婉晴，去找陆家，别怕。小姐，需要喝点什么吗？温水，谢谢。爸，我到了。微微，你落地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刚出机场。苏婉晴，你真要去找陆景琛？那是陆景琛，他在 S 国什么地位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能救我爸，我没有退路。我是怕你一个人扛，你这一路都没哭吧？哭有用吗？没有，但你可以跟我骂人。等我把我爸带回来，我陪你骂3天。我托人打听到了，陆景琛今晚在云境酒店建合作方谈一个港口物流项目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原电西语翻译临时缺席了。他们在哪层？26楼西餐厅包姐区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是贸然插手，那我就让他觉得我有被利用的价值。麻烦帮我寄存一下。好的，小姐。微微，谢谢你。要是局面不对，你先撤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还有，别一个人逞强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找26楼餐厅。今晚26楼包场，不对外开放。我是受邀来做临时翻译的。请问您有联系人吗？我把我朋友电话发你了，他姓周，你报他名字。收到。26楼，出了电梯右转。谢谢。周先生，你是林微微朋友。你真会西语？会。法律专业表述也行。行。里面那位脾气不好。陆景琛。对。我先看一眼。如果连附属责任都无法明确，很难相信合作诚意。你行不行？他在混淆生效顺序，如果没人拆穿，主动权就没了。我进去。等等，陆总没点头。你们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怎么样？见到人没有？见到了。他本人特别吓人，比想的难接近。那你还上？你是去救你爸，别被吓住。我知道，我是来谈条件的。陆总，何所以我可以为您效劳？这位小姐，你确定你能胜任？如果连贵司仓储周转成本都记不清，那才叫不能胜任。平均单柜物流成本上浮12.4%，其中仓储冗余占比4.1%，排队导致的附加支出占比3.8%。你所谓的市场风险，只是分销节点失衡。看来你做过功课。不是功课，是常识。坐下。主协议第7条补充条款第3项，还有利润分配附件。我知道。好，既然有了翻译，那我们继续。没有合理利润，合作没有意义。根据南口物流行业近3年基准，这里的合理利润通常默定为净利润率不低于8%。如果不在条款里明确，后续解释权会偏向对方。确实没有写死。小姐，我想我还没有说完。我只是完成准确翻译，包括你想隐去的部分。你在曲解我的意思？是季度均值还是年度考核？是针对主航线还是覆盖所有分支线？如果贵方愿意，我可以替你把这几个概念当场拆开。Mr. Liu, business needs flexibility. 他说商业需要弹性，但在合同里，弹性往往等于争议空间。Tell him I don't pay for ambiguity. 陆总说他不会为模糊措辞买单。你似乎很习惯替他补充立场。不是替他，是替条款说话。好，那就说条款。若净利润率低于预期，景琛集团需开放2级港口的临时让利权限。温里没有限定触发区间，如果按这个写法，只要对方主张预期未达，就能要求让利。你的建议？加3个限制：第一，只适用于主协议生效后连续2个结算周期；第二，
净利润率必须低于8%。第三，仅限预先灭明的2个2级港口，不得外延。这样就锁死了。小姐，你不是景琛集团的人吧？现在是翻译。你很有意思。谢谢，但今晚不是来让你觉得有意思的。若当地清冠政策调整，贵方需承担阶段性渠道让渡。他要求政策调整时让出份额，但他混淆了政策与商业波动，这不包括市场波动。你连附件都记住了？是看得懂。记录，是，陆总。按他的表述修正。可以，利润率下限写8%，税务缓冲按官方政策定义。补充协议生效顺序必须从属主协议，不得反向优先。好。小姐，如果在南美做事，应该会很抢手。可惜，我今晚只接这一单。那是景琛集团走运。会议结束，今天的翻译费会打给你。陆总，陆总，我不是来要翻译费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是苏明远的女儿，这份契约或许能换您一个承诺。苏明远，您认识我父亲对吗？跟上。什么？你不是要一个承诺吗？那就先让我看看你手里这张牌值多少。说。陆总，这份契约是我父亲苏明远和陆家定下的。继续。我知道冒昧，可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父亲牵涉商业案，正配合调查，账户被冻结，合作方都在切割。我来找您不是要钱，我想请您出面，让案子重新被审查。只要能给我父亲解释的机会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什么都愿意？只要不违法，不违背底线。苏小姐，你刚才在谈判桌上很清醒，怎么到自己身上就相信就职？他不是就职，他是承诺。承诺？没有登记，没有履约条件，它不构成任何可强制执行的关系。我不是要强制您履行婚约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陆家欠苏家的人情。人情最难量化，可它存在。我父亲从没拿这份契约威胁过陆家，哪怕苏家最难的时候，也没找过你们。所以你来了。是，我来了，因为他现在出不来。我是他女儿，不能看着他被所有人推开。苏家现在的麻烦，不是一封借售信能解决的。我知道。资金链断裂，债权人围堵，合作方反水。你让我插手，就是把集团拖进复杂的局面。如果有证据证明他是被人设计的呢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只有一张过期的契约，一句旧承诺，还有你的恳求。苏小姐，我不是慈善机构。陆总，您说过不为模糊买单。没错。那我现在也请您把话说清。如果陆家不打算认，当年为什么要签？如果只是玩笑，为什么我父亲保存这么多年？上一辈的酒桌话被你父亲当真了，而我没有义务为上一代的玩笑付账。我不相信，我父亲不会把玩笑当成退路，他也不会教我拿一陆景琛。这张纸上写的不只是名字，还有2家当年的承诺。你可以说他没有法律效力，可你不能说他什么都不是。你怕承认他？我只是不接受无效筹码。那你刚才为什么停下？你看到名字时眼神变了，你认识他，知道这契约不简单。苏婉晴，别探究你承受不起的东西。承受不起，苏家快没了，我现在还剩什么可承受？你还剩你自己，别把自己压在废纸上。如果我父亲在，他会对你失望。他若清醒，就不会让你来。明白了。翻译费照付。陆总，说。我救的是合同，不是卖口译，钱不用打，我不想觉得自己只值这价。奶奶，景琛，带契约的女孩在你那儿，别跟我说她走了。她在。带她回老宅，
我要亲自见他。老夫人知道契约，这牌比我想的麻烦，还要拒绝吗？去老宅，别当他是求人的纸。那是陆老夫人为何知道我？我也想知道。她知道契约，显然，所以说是旧账，不是猜的。到老宅少说多听。陈叔，少爷，苏小姐，老夫人在主厅等您。有劳。请。陆景琛，陆家一直都是这样吗？没有，像进了一本规矩写成的书。有心情形容，说明状态不算太差。我怕不说话会喘不过气。老夫人，人到了。进来。你就是苏明远的女儿？是，晚辈苏婉晴，见过陆老夫人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？因为这份契约。你父亲让你来的？不是。他知道你拿着契约找景琛？他现在不知道。那就是你自作主张。是。因为我父亲被牵进案子，苏家所有门都关上了。我知道来陆家会被看轻，可我不能不来。奶奶，够了。我还没问你。他是客人。带着婚约上门的客人，不只是客人。这字是你父亲的。您认得？认得。当年这份契约确实不是酒桌玩笑。那陆家会认吗？认不认要看你能不能担得起。担什么？陆家的婚约。奶奶，你若要陆家出面保苏家，便履行婚约，嫁入陆家。只是结婚？不是只是，陆家需要继承人。这件事不该这样谈。那该怎么谈？等你把婚事当风险评估，还是等旁支把手伸进集团？我的婚，我来求陆家帮我父亲，是因为我相信契约里有旧义，不是来把自己当成交换条件。旧义从来都有代价。那我父亲当年帮陆家时，也先谈过代价吗？你比我想的硬气。我只是还想保住一点体面。体面救不了你父亲。陆家可以请最好的律师，可以让案子重新进入审查，可以压住那些急着瓜分苏家的人。只要我点头，今晚之后，苏家的局面就会变。他不是筹码。那你告诉我，他拿着契约走进陆家时，契约是什么？如果我做不到呢？奶奶，收了。那苏家的事，陆家便不会再过问。苏婉晴，坐。站着能让你更清醒，我怕坐下以后就站不起来了。苏小姐，你父亲苏明远的案子证据链还很模糊，模糊便意味着有人可以把他往轻处推，也有人可以把他往重处压。您是在提醒我，还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告诉你现实。现实就是，我必须嫁给陆景琛，还要替陆家生继承人。你可以这样理解。如果我只答应婚约，不答应后面的要求呢？那就不算完整履约。契约上没有写，契约上也没有写陆家必须替苏家翻案。明远先生当年帮过陆家，这一点我认，但就义不能让陆家无条件卷进风波。所以您要的是我的一生？我要的是陆家的稳定。那我呢？你会得到庇护。庇护不是尊重。在你父亲平安出来之前，尊重不能替你递交材料，不能替你压住债主，也不能替。如果我答应，何时出手？今晚。我要看到行动。你在跟我谈条件？我在确认卖的东西值不值。陈管家，老夫人，联系律师，半小时到老宅，明早之前递交复核申请。是。现在呢？我答应。很好。有句话说在前面，说，为了父亲，不是当生育工具。记住这话，不是坏事。今晚搬去云奇雅苑。什么？景琛住那儿，
我还没和他谈过。需要培养感情，培养感情还是监管？这是诚意，外面才会信。陆景琛知道吗？他会知道。我回家拿行李，陈管家安排车，我自己去。别烦。奶奶，苏婉晴答应了。答应什么？婚约和陆家的未来。契约里没这一条，也没写你能一直拖。这是我的事。陆家事不只属于你。您逼他了。我给他选择，护他是怜悯还是别的？这与安排无关。别让外面看笑话，也别不给他位置。知道了。云翱雅苑那边整理客房，用新生活用品。是。不要红色。苏小姐。是。陆先生交代您可以上去。谢谢。过来。婚前协议没签，先来同居协议。你的规矩？既是交易，就按规矩来。如果我不签呢？你还是会住在这里。那签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把麻烦减到最少。未披露隐性责任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哪里有问题？问题很多。什么算隐性？谁来定义？如果翻旧账说未披露，陆家就能立刻抽身。理论上是。这不是兜底，是留了后门。合同本来就该留后手。还有呢？第3条，3个月。我看到了。届时你离开，陆家会对外给出合理说法。听起来像限期寄存。你也可以理解成止损。对你，还是对我？苏婉琪，你现在最缺的不是情绪，是边界。给你住处和时间，条件是按我的规则来。陆景琛，你是不是习惯了别人听你的？我习惯用有效的方式。可惜，对我未必有效。这里，苏家表面债务有3层：银行、供应商、过桥。若模糊隐性责任，连带追诉都算我违约。远兴担保有一次本月到期，若债权人集中主张，陆家就会说不在范围内，然后抽身。所以不是我挑剔，是你这条写的太方便你了。你提前查过远兴的账？父亲出事后，总得知道苏家踩在哪。这不像一晚上整理出来的。我也不是昨晚才开始害怕。你想怎么改？第一，债务范围分类列清；第二，写清协调方式是展期、重组还是担保；第三，旧案追诉导致的新责任不算我违约；第四，3月后期案子进入复核，否则……你还真会谈条件。跟陆家学的。第2条互不干涉，你没意见？有。说。如果老宅临时加码，要求超出未婚妻范围的事，你要提前告知，并且站出来。这是附加义务。那你也可以不签。毕竟合同本来就该给自己留后手，不是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？什么？拿着不够长的刀，偏要站最前面。那你呢？占尽优势，还要确认对方低头。可以改。债务分类写明，追诉责任，排除恶意隐瞒。老宅要求由我提前告知并协调。还有吗？有。你说。3个月后要我走，提前7天通知。怕被赶得太难看？怕连收拾东西的时间都没有。7天通知期，你看看。老宅的补充协议不会比这份温和，所以你先替我留一层底。我不想家里人把手伸到我住处。只是这样。你还希望是哪样？签吧。等等，你先。到你了。现在我们算合作伙伴了。算暂时共处的利益同盟。还是这么难听？难听比较稳。说。陆总，远兴被正式申请破产清算，横越牵头的，
今天会有风声，同步向媒体放料，舆论已经在铺。远星到期担保被提前出发了。谁签的联名申请？恒月的人动作很快，想早准备好了。压消息，先拿完整材料。明白。需要直接介入吗？等我消息。破产清算，远星会被彻底拆开。如果没人拦，可能。恒月资本为什么这么急？有人想在你父亲定局，资产冻结，债务联动，舆论盖章，到时案子有转机也会被拖进泥潭。你昨晚就猜到了。我只是猜到有人不给你适应时间。现在呢？现在早餐取消。什么？换衣服，10分钟。去哪儿？景琛集团。现在？你想等法院通知，还是等媒体把远星拆成一堆标题？别看去。那我看什么？看事实。事实就是我爸的公司要破产。那只是结果，不是事实。陆总，材料齐了。开。恒月已提交破产清算申请，表外担保暂核9.8亿，本月到期担保提前触发，公司方开始蒯入推唇，舆论预热稿待发，指控资不抵债。表外担保9.8亿。说。2笔董事会授权有瑕残，恒月抓的就是这点。签没签不是最要紧。那什么最要紧？谁能控制局面？带我来，就为让我看远星多糟。是。陆景晨，你觉得这样有效？有效？对谁有效？对不愿承认。恒月为什么能这么精准？继续。如果不止催收，不该同时打担保和媒体。担保触发卡在破产申请前，舆论和理由一致，不是临时行动。内部有人给了资料，还不算太慢。冷光中透出一丝难得的缓和。你早就知道？猜到。故意让我看这些，逼我承认挡不住。远星现在有3处断点：现金流断、信用断、控制权断。说人话。钱不够，没人信，内部不稳，破产清算，核心资产会被拆分。景琛集团能得到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不会白帮忙。方案是什么？收购远星核心资产，苏家退出经营主导，苏家现有债权转为优先品。退出经营主导？是。那是我爸的心血。我知道。可你要拿走控制权。不拿。没有别的办法？有，拿出15亿现金稳住局面，或者找到更强的接盘方。我爸出来后怎么办？还是创始人。没有权利的创始人。保住复合空间的创始人。复合空间？这是什么？恒月急着清算，有不想让人查的东西。你收购是为了查这个？也是。还有呢？景琛需要远星的资质和团队。不能骗我是为了帮我。那种话你会信？不会。我保证3件事：第一，远星不进清算；第二，核心业务和名字保留；第三，苏明远案相关资料不会被拿走。苏家的小股东比例也要写清。可以谈。必须有底线，保留否决相关资料处置的权利。苏小姐，这个权利很少见。那就让它变得少见一点。周明，记下。还有，远星员工不能被一刀切。亏损部门必须调整。调整可以，不能拿他们当舆论棋盘。景琛不需要那种低级手段。这不是放弃远星，这是把他从别人手里抢回来。你不是说冷一点能少犯错？偶尔例外，对还能站着谈条件的人。3天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恒月也会派代表。苏家名义持股最高，但老股东的票很关键，他们会讨价还价。恒月已经接触了。钱伯宁，难受，习惯就好。股东大会不是哭旧情的地方，他们会拿你父亲的案子压你，逼你让出权益。那我就不让。这是3天内你要背下的东西。你确定这是3天，不是3个月？那就学。如果我撑不住呢？撑不住，就看这里。
你什么时候写的？怕你忘了你是来做什么的。我不会忘。收购案需在3天后表决，那些老狐狸不会轻易放权。苏婉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还真敢来。苏家都这样了，硬撑什么？既然来了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今天是股东大会，不是家宴。公司出事，总得有人负责。我们跟着远星20多年了，不能让小姑娘拿去赌。章程规定，大股东可授权。公证书在此，请法务核验。准备的倒挺齐。这3天该看的我都看了。看3天就想看懂远星？我提议终止重组谈判。景琛要拿走控制权，核心资产不能贱卖。不如我们内部接盘。内部接盘，城东更新项目作价1.8亿，现在市场环境不好，去年评估净值可是6.4亿。安置要成本。你们不是在救远星，是在拆资产。你一个晚辈，说话注意分寸。分寸不是用来遮住账目的。城东项目收到预付款8000万，3项专利已进入试用阶段，给的价格连1半都不到。能变现才是本事，不能只看漂亮数字。我们替远星扛过多少事儿？10年前差点被逼停，是我们撑的。远星不是你苏家一个人的，所以更不能低价瓜分。没有我们，你连这里都坐不稳。苏小姐，签了吧，保留体面，也留点根。你父亲的案子还没结，闹得太难看，对谁都不好。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同意终止谈判和内部接盘。你以为不同意有用？支持管委会的举手。景琛集团收购方案也应列入表决。景琛的人呢？连人都不到场，还谈什么方案？我来晚了。还不算。那就好。陈董刚才说景琛的人不到场。陆总，这是远星内部股东会。我知道。各位手里的是重组方案及展期意向。展期意向？重组通过后，暂停追缴程序。资金到账15亿。第1期，想低价拿控制权，未免太急。内部接盘主体，注册资本1000万，背后出资方恒越资本。你胡说！相关核验记录在此，可提交反证。你们说不想远星被外人拿走，却要把资产转给恒越。我不知道背后有恒越。我觉得管委会稳妥。你干预远星股东会。我只是让各位知道给谁投票。现在景琛重组方案列入表决，底线保留品牌、核心业务及复合权。同意的请表决。陈董可以反对，反对票会提交监管说明。重组方案，你没替我说完。那是你的股东会，你不来，我沉不住。以后别等别人来救。不能让我多感动几秒。感动没用。天神降临也不许感动。天神不被爆表。远星保住了吗？暂时，恒越不会停。能查我爸的案子吗？能查出一部分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工牌，你是市场部新员工。市场部想查案子，就进局里。苏小姐，权限已开通，在28层。谢谢。就是他，陆总亲自安排的。赵总监，苏婉晴到了。进。赵总监，您好。坐。下班前做一份问题清单和建议。全部。有问题？没有。进了市场部，就按规矩做事。不会因为你姓苏，也不会因为你和陆总认识，就有人替你收尾。明白。你不解释，比如你不是关系户。市场部看结果不看解释。您今天给我的是任务，不是立场测试。话说得不错。我尽量让结果也不错。行，10点半参加远星重组专项碰头会，你负责做会议记录。好。还有，恒越今天派代表来沟通外部合作口径。几点？下午3点。我会到场。你看起来不意外。
陆总昨晚说过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市场部不是查案的地方。我知道。如果我把这份清单做完，下午恒月的会我能发言吗？你想发言？我熟悉远星旧项目，也知道现在外界最可能抓哪几个口子。先把今天的东西做完再说。好。新同事，你这桌子以前是空着的，电脑还没完全配置好，能用吗？先用着，不行我自己处理。这批资料可不好啃，我们部门老人都得分2天，你1天做完，够拼啊！要不怎么叫特别安排？也是，起点不一样。少说2句吧。我说错了？没说错，起点确实不一样。有人起点是老员工，有人起点是烂摊子，不过终点一样，做不出来都得挨骂。舆情窗口只有2周，谁先说？我们建议先压负面，再推重组正面信息。记录完了？完了。那你说。我不建议先压。远星现在最缺的不是曝光，是可信度。强行压会让外界觉得我们心虚。那你的意思？先统一3层话术。第1层，对外只讲重组进度和业务稳定，不碰情绪，不碰战队。第2层，把已签项目、已交付项目、继续推进项目分开列清，让客户看到具体东西还在走。第3层，预留一个可验证窗口，比如开放固定周期答疑，公布阶段数据，让市场自己判断。如果媒体追问苏明远案呢？答一句。怎么答？相关事项正在依法复核，企业经营已由新的重组机制承接，欢迎监督，但不接受情绪绑架。记录发我邮箱。下午3点恒月会，苏婉晴列席。总监，他列席有问题？没有。你刚才那句不接受情绪绑架挺狠。我在说市场，不是在说谁。可有些人会自己对号入座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我们恒裕是真心希望远星平稳过渡。平稳过渡，不代表你们能引导口径。赵总监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建议把外部措辞放柔和一点。市场部新员工苏婉晴。原来是苏小姐。徐总，早就听说苏小姐昨天在股东会上很精彩。是吗？可商场上精彩和长久通常不是一回事。徐总，景琛的会议不聊场外评价。抱歉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徐总刚才说别太强调控制权更迭。对。可市场最怕的不是更迭，那是什么？遮掩。苏小姐很直接。因为合作口径最忌讳含混。你今天来，如果是真谈合作，应该帮我们把边界说清，不是帮谁把痕迹抹平。听起来，你对恒月有成见。我对模糊表达有成见。好，那我换个说法。恒月希望后续如有外部活动，也保留参与窗口。可以，按标准流程申请。资料留下，口径建议我们内部评估后回复。你刚才越线了，抱歉，但越的有用。今晚之前，把今天所有资料重新输一遍，尤其是远星旧公关费用和活动合作商的对应关系。好。还有，您说。以后要开口，先确保你手里真有东西。我会。你还没走？刚收尾，第1天就加班到这个点儿，够狠。市场部不是看结果吗？明天见，明天见。下班了。第1天怎么样？活着。要求这么低？对新人来说，先活下来很重要。那个先别动。怎么了？流程没走完。咖啡机还有流程？有。我只是接杯水。那是奶泡口。不是我家咖啡机，是正常使用方式。行，陆总标准高。是在这里。谢谢，受教了。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你语气这么硬？因为我今天被人当了1天空降兵，回家还差点被咖啡机开除。明天我把使用说明贴上。你是在报复我刚才阴阳怪气？我是在配合你的表达习惯。算了，我不跟上司在厨房辩论家电礼仪。你现在是下班时间。那就更不辩了。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像有问题，又像没问题。这里。这笔场地费
不是费用本身，是它前后的传播投放节奏。这个合作是可，后面接的这家才是真正落地的人。可这家公司名字我在恒月的建议箱单里见过。所以问题不在活动费，再借活动费洗掉真实合作路径。继续。如果这条链成立，那远行以前几次公关失采，不一定是反应慢，是有人故意把消息递了出去，而且窗口都卡在最致命的时候。现在看出来还不晚。你早就知道这里有问题。说，出什么事了？钱四爷那边有动作了。什么动作？陆总，查钱四爷今晚接触过的人，已经在查，重点放在外部合作。陆总，钱四爷的人在打听苏小姐。打听我？谁放出去的消息？还没确认，对方问的是苏小姐入职市场部后接触了哪些资料。把钱压住。明白。不要惊动他身边的人。陆景琛，你说不要惊动我身边的人，是不是也包括我？我不是想瞒你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钱四爷在查我？因为你今天已经够累了。这不是理由。苏婉晴，有些事知道的太早，只会让你乱。所以你还是觉得拿过乙炔的情况，我只能被保护，不能参与。我没有这么说。你做的是这个意思。今天赵总监也说，开口前要确保手里有东西。陆总，我会自己找东西。你现在情绪不稳？我很稳。你连水杯都拿反了。这不影响我看资料。如果看到让你无法判断的东西，先告诉我。如果你也无法判断呢？那就一起判断。希望这次是真的。生意场上有输有赢，但做人要留底线。荒唐，远星从不靠这种手段赢项目。这编号完全一致，我不信，日期、金额全对上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，爸爸不会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开门。苏婉晴，别一个人硬撑。我撑不住。小姐，喝点什么？最烈的。一个人？建议先从低度开始。我看起来像需要建议吗？陆总让我来接你。他自己怎么不来？陆总临时去处理钱四爷那条线。哦，所以我不重要。正因为您重要，陆总才让我先过来。你们总是这么会说话。这是事实。苏小姐，您不能再喝了。你管我？我受雇于陆总。那你管陆景琛去。陆总现在管不了自己。什么意思？他刚才让司机把车开到最快，不让我们催你，不要强行带您走。他凭什么？凭他担心你。他什么都知道，知道远行和我爸有问题，知道钱四爷在查我，却让我自己挖。选择什么？选择相信证据，还是相信别人递给您的结论？我不想清醒。那就只清醒到能回家。那里不是我家。陆总说，您的权限还在。权限？如果您不喜欢，我可以换个说法。什么？有人在等您回去。你红人的话术跟陆景琛学的？不。那跟谁学的？人事培训。苏小姐，我们回去。不回。那我让陆总过来。别让他看见我这样。那您跟我走。你威胁我？我是在给您留面子。周特助，您说。
你们做特助的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冷静？因为总得有一个人冷静。慢一点。我没醉。是，您只是暂时不适合走直线。你在嘲笑我？不敢。你就是。那我道歉。算了，你比陆景琛好说话。这句话我不会转达。苏小姐，喝一点。周特助，我在。你见过很多坏人吗？工作里见过一些复杂的人。复杂就是坏吗？不完全是。那我爸爸呢？他是不是也只是复杂？你们查过他对不对？苏小姐，别叫我苏小姐，告诉我。我不能替陆总回答。那你替你自己回答。我只相信证据。我爸爸，他真的是坏人。这个问题，我来回答。能自己走吗？你还没回答。站稳。我在站。你是在挂着我，别逞强。陆景琛，如果证据是真的，明天再说，至少今晚先睡。鞋脱了。不会。你刚才还能自己点最烈的酒。那不一样。安静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麻烦？是，但我没打算把你丢出去。喝完。苦吗？你可以不喝，然后明天头更晕。睡吧。你不回答了？我答应你，等你醒了，我不回避。那你别骗我。也别让别人替你说。不会。陆景琛，你今天回来的太晚。苏小姐，您醒了吗？醒了。陆总让我提醒您，今天家里会来客人。什么客人？陆先生和陆夫人。他父母？是。他什么时候说的？10分钟前。10分钟前？他们是临时回国。所以你们陆总是现在才知道，还是现在才告诉我？我建议您当面问陆总。你父母要来？准确的说，已经到了。已经到了。楼下。陆景琛，你觉得这是通知还是惊吓？他们是临时起意。那你呢？我也是5分钟前接到电话。你信吗？我父亲会提前说，我母亲不会。景琛，人倒是比视频里瘦了。爸妈。陆先生，陆夫人。坐吧，不必这么拘束。听说苏小姐以前家境不错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更看重自己还能做什么。倒是会说话。苏小姐在外国语大学学的什么专业？国际传播。难怪，听说市场部做的有声有色。公事做得好，和做陆家的门面不是一回事。这身衣服是景琛挑的？不是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他挑的。颜色很温和，只是不太衬你。谢谢陆夫人。他穿什么不影响吃饭。我只是提醒。提醒过了。先吃饭吧，别把家里弄得像董事会。我不绕弯子，景琛和你之间是什么安排，我不需要知道细节。但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位置。什么位置？契约工具。你出现在这里是做挡箭牌，体面、安静、配合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妄想不该属于你的东西，比如陆家的认可，景琛的真心，还有这个位置带来的错觉。陆夫人放心，你明白就好。不过有一点，您误会了。我可以配合安排，但我不是谁手里的工具。年轻人总喜欢把姿态摆得太满，也可能只是因为景琛，你的眼光未必一直可靠。我的事，我有分寸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失陪了。
苏小姐，陆总说您今天没吃多少，让厨房重新做了点清淡的。辛苦你了。职责所在。盯紧他，袁兴留下的烂摊子，不会只是一条旧公关链那么简单。婉晴，没事，昨晚睡得有点少。刚来第1周，最好别让赵总监抓到精神不集中的样子。他很严格，不是严格，是喜欢看人能考。苏婉晴，来一下。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双语能力不错。那正好，给你一个任务：新兴智能家居市场份额调研，3天内给我一份完整报告，要有国内外数据对照、竞品分析、用户层级拆解，还有未来2年溢价空间判断。有问题吗？要详尽到什么程度？你觉得新人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就先做到什么程度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最低标准，只有结果标准。理解的挺快。汇报形式呢？ PPT 附数据模型早稿。范围只做江州还是全国？全国。我接。你确定？您既然交给我，应该不是为了听我说做不到。行，3天后下午2点小组汇报。你真接了？这个题不是给新人做的。我看出来了。那你还这么平静？有点意思。不过你小心，组里有人盯着这个机会很久了。你要是做砸了，赵总监不会替你兜。我知道。真不用帮忙。如果我卡在资料渠道上，会来找你。行，那我等你开口。还不走？再筛一轮样本，你别第一场就把自己熬废了。国内数据口径太杂，得先统一。你连 S 国那边的 GFK 报告都扒出来了？刚找到 Q3 版。行，我收回刚才那句。哪一句？怕你做不完，我也怕。不能输得太难看。这么晚，临时任务。赵启文带新人一直是这个风格。所以这是常规考验，还是特别照顾？你想听哪个答案？你倒是不避讳。你昨晚站在书房门口，也没打算避讳。厨房还有吃的吗？有。我先去热一下。智能家居近3年内部跟踪再要，你用得上。这是你给我的，还是景琛集团给市场部的？前者。谢谢。别急着谢。有2组数据是测试样本，别直接用。做报告的人会先发现问题。我会筛出来。最好是。还活着吗？暂时。你把这个功能点做程序阵了？还差用户支付意愿那层。你疯了！3天任务你做3维？既然要做，开始吧。好，这份报告的核心问题是市场正在由单品渗透转向系统溢价。如果只看销量会误判方向，所以我把调研拆成3层。S 国数据和本地对照口径一致吗？你指采样模型还是消费层次？都有。那我分开回答。数据来自 S 国报告，本地抽样。GFK 看高线城市，本地补价格敏感区，内部库验复购率。所以我做了权重折算，这是折算公式。你要觉得参数激进，现在可以拆开看。继续。后半段加了3维模型，判断谁先吃到联动红利。结论是，用户愿意为低级学习成本支付溢价。你的依据？国外成熟市场直接套用。不是套用，是校准后对照。我过滤了各地样本数据，发现高接受人群决策逻辑开始重合。卖点不只讲科技感，要讲省心。那你定义成什么？方向判断。市场调研从来不是神谕，而是把模糊直觉变成可验证的路径。数据尚可。
附录第6页发我，模型做得不错。好，谢谢。你知道他那句尚可算什么级别吗？什么级别？等于这人可以先留着再看看。听起来不算高，对新人来说很高了。苏婉清，留一下。看看，这是陆总交代的，你参与辅助工作。市场部也接这个？正常来说不归市场部。那为什么给我？因为你和远星旧事有直接关联。这是工作安排还是额外考验？都不是，这是提醒。报告做得不错，说明你脑子清楚。直说吧，这里面的水很深。远星留下的不只是账面问题，参与可以，但别逞强。还有呢？小心点儿，别卷进去。我要小心什么？所有看起来合理的东西。这算工作说明，算经验。经验不能写进流程。那我按流程说，你只负责核对，不判断，不追责。如果核对出问题呢？上报。报给谁？我。再往上呢？陆总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最受远星。我离开远星很多年了。但你姓苏，你最该避嫌。参与是避嫌，在规则内看见是避嫌。我按规则来。下午去旧档案室调卷宗。赵总监，说，若有人动手脚呢？先别让人知道你看懂了。冯老师，来调 B 类卷宗。新来的？是。新来的查远星？流程已批。合同多，要哪段？清算前3年补充协议。谁让你看这么细？赵总监。赵启文。只能在这儿看，不能带走。可以复印吗？申请通过才行。我会按规定申请。姑娘，旧账别深挖。为什么？时间久了未必是问题，也可能没人想认。你父亲也这脾气。您认识我父亲？谁不认识苏总？那当年意外案呢？我只管档案。可您提醒我别深挖。我是提醒年轻人。旧楼改造，恒拓咨询，当年常合作吗？有过几次。为何能接专项？手续齐。手续齐不等于能力够。那时不是我审核。为何没原始报价？可能遗失。只有他遗失。看到什么了？一个关联人。谁？梁敬山。名字重合的多。还没说重合什么。您知道他？不熟。您的反应不像不熟。苏小姐，可以交差了。交钞不是目的。目的是什么？弄作远星丢了什么？丢的未必是资产。那是什么？先看到这儿。还没下班。系统维护提前。冯老师，我申请复印附件。理由？缺项核对。只复印附件。只复印附件。苏小姐，听我一句。您说。钱字开头的事儿，别碰太深。钱四爷。快了。梁敬山这条线会牵出钱四爷，先封存，别让他单独碰。苏小姐已经进去了。我知道。你早就知道。苏小姐，我问他。知道一部分，包括梁敬山和钱四爷。你到底是在帮我查，还是在圈禁我？陆总是为了你的安全。我不需要被蒙在鼓里的安全，我要真相。真相你现在承受不起。那你凭什么替我决定？凭你今天被人跟了一路，从你离开集团，我的人就在后面。所以
你父亲最后反对的人，不是梁敬山，是谁？一个被抹掉的名字。钱启荣。你也在查我父亲？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嫌疑人的女儿？契约写得很清楚，不得损害对方利益。你用旧案试探我，已经越界了。苏小姐，事情不是这样。我没问你。周明，出去。如果我要利用你，何必让你看这些？因为你瞒不住梁敬山，才换种说法。你可以这么想。刚出集团就被跟踪，怎么信你？被跟踪的事，我没瞒你。那旧案呢？我也没准备一直瞒。所以你在安排节奏。是，远星已被盯上，有人会抢叙事。抢叙事？把你父亲塑造成罪人，把你推到台前，到时候你就是靶心。别用危险吓我。不是吓你，钱四爷在绕。绕什么？绕舆论，绕景琛的风控边界。7天前有人递材料，所以你查我父亲，是为了压住这些。我查的不是你父亲。为什么不说？有些还没证据。没证据不等于不能告诉我。告诉你，只会让你做出反应。别用管下属的方式管我。我没有不信你。那你信我什么？信你不会退，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。那就把局摊开，共享旧案信息。我不碰你机密，你别截断线索。真正的动作应该在明晚，远星院。苏婉晴，明晚之前不要单独行动。陆总，合作不等于听令。抱歉，风卷到草坪里，我捡起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方旭，新邻居。你认识我？见过群头像，你刚从移动出来。观察很仔细。习惯。空间设计师。晚上观察邻居。你刚才肩膀绷得很紧，像被难懂的图纸困住了。为什么对我说？你看起来不像想被追问，所以我也不问。谢谢。归还东西的话，可以结束了。空间能让人放松，解决不了现实。但能让你有力气面对。经常这样安慰人，算不上安慰，是提醒。紧张时颜色会变成一种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你看到什么？黑色、黄色、绿色。再细一点。叶子深绿，石子路偏米色。很好。这有什么用？让注意力退出来一点。吸气看一种，呼气换一种。教我放松。如果你愿意试。现在没那么吵了。一直很安静。我说的是里面。你边界感很强。不喜欢被越界。刚搬来。半个月。离项目近。什么项目？公益图书馆。旧社区改造，很有意思。原来那栋楼采光不好，我想用天井引自然光。听起来很理想化。是。但理想化也要落地。你说图纸的时候，倒不像困住了。因为图纸有时不是困局，是答案。这是工作室地址，有空来看看。你邀请所有邻居参观？目前只邀请过物业经理和你。为什么？物业经理管钥匙。我呢？我想让你看看，宁静不是逃避，是整理现实的方式。我不一定有空。没关系。也许会很忙。那就等你不忙。你对所有事情都不急吗？设计急不来，人也一样。如果我去，会提前联系。好，晚安，苏小姐。你刚才还说不认识我，现在认识了。你在哪儿？苏婉晴，上车。陆景琛，我只是下楼透气。和谁？邻居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在提醒我。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。方旭。你查得很快。我没查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名字？你刚才叫过。远星院节点压到明晚，钱四爷不会等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好像只有你在看见危险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看见了什么？
你看见我不是你的下属。我看见我不是你的下属。陆总，出事了！这份合同来源：多层账号，痕迹很干净。通知法务投关并购组，10分钟会议。是。我也去。系安全带。你不问我为什么？你刚才表情变了，知道什么在会议室说。不是你替我安排。建议先发降温声明。不行，这等于坐实问询。市场不等完整证据。难道去道歉吗？是安抚情绪。安抚和认错有什么区别？陆总，监管那边先打电话。等。可是，我要的不是解释，是反击路径。路径1，发声明。路径2，锁定来源。最弱的一环是什么？协议编号 YX17B。你说什么编号？远星旧协议 YX17B。把合同目录调出来。这涉及内部资料。给他。它不是转移资产协议。依据呢？看这里，主合同是运输结算 ，B 协议是风险隔离。风险隔离？对，只有延迟责任和扣留规则。底稿履约函编号是 YXXERY17附录3。你怎么记得？调出来。这能证明 B 协议的性质。对方。公告3层。第1层，明确否认资产转移，附风险隔离条款摘要。第2层呢？披露履约函和扣留记录。第3层，媒体问答，不要防守，拆开对方逻辑。加一句，关注完整协议，不看截图。再加，启动证据保全。提恶意做空吗？不提。让监管看事实。我联系交易所。我去准备媒体口径。苏小姐，履约函能再核一遍吗？可以。喝点水。这也是安排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感谢，做得好。你刚才没打断我。因为你是对的。我会接受后果。你别总揽下风险。我习惯了。那不是好习惯。你刚才不是也一样？这是我父亲。你认识另一个人吗？不认识，但我见过这座旧厂房，在远星资料里。放大。去书房。先看时间。你怎么看？你父亲的外套不像今年的款式。8、9年前，他常穿深灰和藏蓝。你记得很细。他出门前总会整理袖口，而且他那几年常去旧工业区。这里有个程字，后面像是风，乘风，也可能是盛。字体不对，是红。为什么？有一张搬迁清单写过红城旧财馆，不是厂房，更像中转场地。你确定？远星没必要在那儿见我父亲。所以另一个人不是远星的人。这种夹扣以前常见于什么场合？中介资料袋或者短期合同。不是正式并购文件。他不习惯站到镜头里。岩将。资本圈边缘的人。你父亲会跟这种人打交道？会，那时公司状况不稳。看站位。我父亲站正中。那个男人偏半步，说明拍照的人认识你父亲。照片不是给他们自己留的，更像留证。他们早有这条线，所以才会挑在今天发来。先试探，再把你父亲抛出来。他们想让我乱，也想让我动，先不惊动别人。为什么？谁查，消息就会从谁那扩出去。你要自己查？先查底片来源，再查官职。你父亲常见联系人是什么？债务协调人、资源卧社。没有远星高层？如果有，我会有印象。那就先按边缘建设。方旭，图书馆。之前答应过。现在这种时候，你还要去？我不想节奏被别人牵着走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对方会继续逼近，所以我连出门都要报备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答应了，就来。无糖热苓茶，你说过不喜欢太甜。
你记性不错。职业习惯。怎么样？很安静。我想做的不是震撼，而是让人停下来。你看这个弧形书墙，为什么做成这样？直角有时太像命令，弧线让人放松，空间要先接住它，而不是逼它适应。你是不是有感觉？有，像被留了余地。对，就是余地。你再看那边，这是给失眠者留的区域。还考虑很多人睡不着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读书，只需要个地方让脑子安静下来。这种地方太少了。你怎么想到这些的？以前做商业都在比流量、比视觉冲击，空间不该只是让人消费注意力。那应该是什么？容器，装得下疲惫和沉默。如果空间真能接住人，设计师其实很残忍。怎么说？知道怎么让人安心，就知道怎么让人不安。你说的对。所以你选了前者。尽量吧。台阶低怕老人吃力，窗边留空给发呆留地，灯做暖，不然值班觉得冷。以前觉得设计要解决问题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还要安放情绪。你今天很像在做项目答辩。那你给我打几分？空间9分。还有1分呢？太想说服别人。被你发现了。你只是想让真正会在意的人看见。那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送你。还是职业习惯。这次不是，是私心。谢谢。如果哪天你想找个地方坐坐，可以来这儿。好。约会回来了。不是约会。图书馆参观需要2个多小时。需要。书也是项目资料。那是方旭送的。我知道，扉页写得很用心。你翻了？它就放在这里。所以你就看了？我现在更在意的是，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你的哪句？结束后给我消息。你忘了？苏婉晴，明晚之前有人在逼我们交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却能让自己失联2个小时。我没有失联，我手机一直开着。可你没回。你是在生气，还是在审问我？方旭只是带我看了个项目，可你那句约会回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他做了什么吗？可你约会回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急着解释？陆景琛，你是在吃醋吗？我是在判断谁会成为你的漏洞。方旭不是。你怎么确定？直觉。你信直觉，我信证据。那你就继续信你的证据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儿？有，我刚查到，不是红城旧菜馆。那是什么？红城照相馆旧址，后面临时租给过物料中转商。照相馆？所以照片不是顺手拍的，他大概率有底片。而且方旭发来的图书馆定位离这个旧址只有2条街。苏婉晴，你今天去的真只是图书馆吗？那是什么？我是在看你有没有漏掉什么。图书馆东入口出来，往南2条街，是旧河岸照相馆片区。你怀疑方旭故意带我过去？我怀疑的是，事情不会这么巧。他全程都在讲项目，没有试探，没有绕话，也没有带我去那附近。你很确定？我能分辨。直觉？不是，是人。苏小姐人缘倒是不错。如果你只是想阴阳怪气，大可不必。我像在阴阳怪气？很像。那你就当是提醒。提醒我什么？别太轻易信任。包括你。包括我。明天早上我去看旧址，你不用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晚需要睡觉。我还那么脆弱。是吗？那就至少把咖啡停了。陆总现在连我的饮食也要管。你要是能自己管好，我懒。红城摄像馆物料中转商，临时租给。
苏婉晴，你怎么还没睡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我在看资料。我看见了，你脸色不好。没有。胃不舒服。只是有点……苏婉晴，想好了再说。可能是晚饭吃的少，加上咖啡，加上身体不服，来看吗？周特工，陆总，送胃药过来，再带一份清淡的粥。不用。现在。好的，陆总。真的不用这么麻烦。麻烦的是你。我只是胃有点不舒服，不至于。不至于什么？伏在桌边还要继续翻资料。查到什么了？我在比对旧河岸片区那几年短租名单，照相馆旧址后来转过2次手。名字呢？第2次登记很模糊，只剩半个姓。半个姓没意义，但租期有意义。你看，第1次转租结束是在我父亲出事前半年。如果照片底片一直存在，最可能流出去的时间点就在那之后。思路没错。所以我想今晚先把时间轴拉出来，然后把自己熬进医院。我没有那么夸张。你可以继续嘴硬，但从现在开始，别碰他。陆总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命令人？分对象。那我很荣幸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吃药。我等会儿。现在。陆景琛。粥也是现在喝。周特官半夜跑一趟，就为了这个？不是为了这个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避免有人明天连站着看旧址的力气都没有。你说话一定要这么不留封面吗？对你客气，你会听。先吃。陆总。说。你今晚不忙？忙。那还管我？顺便。你这个顺便成本挺高。陆总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协议里写了，保证。只是这样。苏小姐，别想多了，喝完就去睡。资料呢？我看。你一个人？有问题？没有。那份旧租赁名录右下角还有一页附件，别漏了。知道。还有，第2次主租登记的章印像是河岸街道办旧章，可能能反推经手人。如果明天去旧址……苏婉晴，闭嘴，吃粥。陆景琛，又怎么了？如果协议结束了，你还会不会这样管我？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再谈以后。奶奶，今晚老翟带他回来。他身体不太舒服。让我去？今晚家宴。这么突然？他向来不喜欢给人准备时间。是想看我，还是要看我们？都有。所以眼前这一关来得挺快。你可以不去。然后让陆家觉得未婚妻连一顿家宴都撑不住。我能处理。协议里写了，必要场合配合公开身份。胃还行。粥很有用。别逞强。陆总，今晚要是演砸了，影响的是你。你不用替我担心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不想欠你。需要对口供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订婚时间、相识经过、感情进度。订婚是2家协议，这个不能说的太像交易。称呼呢？陆总肯定不行。你平时怎么叫都行。在老翟叫你陆总。可以。你呢？婉晴，
要演到什么程度？让他们挑不出错。陆家挑不出错的标准，应该不低。所以别硬扛。你觉得我会被他们问住？不是问住，他们擅长让人自己乱。那我尽量不乱。你只需要坐在我身边。然后呢？剩下的我来。少爷，苏小姐，老夫人和夫人都在餐厅。太监，谢谢。现在开始。什么？别叫错。知道了，景琛。老夫人，晚上好。还叫老夫人？奶奶，奶奶，坐吧。苏小姐第一次来老宅，倒是不怯场。长辈在，怯场也该稳住礼数。礼数这种东西，不是一晚上能稳。听说苏小姐近来一直在忙远星的旧项目。远星旧项目牵涉苏家，也牵涉陆氏合作，我把她理清楚，才不至于给景琛添麻烦。她倒是替你想的周全。他一向分得清轻重。苏家如今的情况，能进陆家的门，确实需要分清轻重。苏家有苏家的难处，我不会拿他遮掩，也不会带着他向陆家索取。若您担心的是这个，我可以先说明。说明什么？订婚是我和景琛共同决定，该承担的我承担，该避嫌的我避嫌。陆家的资源我不会私用，苏家的事我也不会让陆家替我背。共同决定，景琛是这么说的。他晚饭吃的少，奶奶有什么话先让他吃点，别碰辣的，胃还没好。谢谢，景琛。看来景琛对苏小姐很上心。她平时不太会说，但做事一直细。我有时候忙起来忘了吃饭，她会提醒，虽然语气不怎么好。她从小就这样。会照顾人是一回事，合不合适又是另一回。苏小姐，你以后若进陆家，很多场合不是靠能力撑住。我明白。陆家的亲眷、董事、外部关系都有各自的规矩，你觉得自己能适应？我不敢说马上适应，但我能学。学不会的我问，问不到的我记。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也请您直接指出。倒是谦虚。长辈面前本来也没有逞强的道理。他不是来应聘陆家儿媳的。景琛，家宴可以问，审讯不必。婚期想过没有？远星项目还在关键期，至少等第一阶段审计结束。拿项目挡我？不是挡您。那是什么？是不想仓促。你也这么想？我听景琛的安排。但如果奶奶担心我们拖延，订婚期间该有的分寸和往来不会少。分寸？你倒是喜欢把话说稳。因为不稳的话，容易让人误会。你怕我误会你？怕还敢来？因为不来，误会更深。他比你会说话。他本来就不差。行，婚期我暂时不催，但景琛，别让我发现你拿婚约当挡箭牌。不会。苏丫头，奶奶，陆家门槛高，不是吓人的话。你想进来，就得看清自己要面对什么。我会看清。回去吧，天晚了。演得不错。你也是。听起来不像夸奖。本来就不是。生气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不看我？陆景琛，你刚才那些动作，是临场反应，还是提前设计好的？哪一些？夹菜、换水，提醒我忌口。你胃不舒服是真的，所以不是演。有些是演给他们看。有些呢？顺手。你这个顺手出现的太频繁了。今晚本来想等你睡了再看。他姓乔。乔世坤。你查到了？周特助比对了旧河岸片区几份登记，
他曾用过一个中转商的名义租过仓库，他和我父亲认识，至少同框过。那钱四爷呢？乔世坤和钱四爷是拜把子兄弟，所以照片不是单纯的威胁，是有人在把我们往乔家旧线索上引。那乔世聪现在在哪儿？失联10年。他叫什么？乔安，乔世坤的女儿。户籍资料上是。那乔世坤全名、身份和我父亲当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回书房查。现在不能说。能说的不够完整，我不想用半截资料误导你。陆景琛，你是不是已经怀疑我爸当年不是主谋？我怀疑很久了。坐下。我站着看也一样。你胃刚好一点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正因为现在是查事的时候，才不能让你先到。陆总，资料我已经打包发过去了。乔世坤早年做过码头中转贸易，后来注册了3家咨询公司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公开记录显示，是，时间在10年前6月。问题呢？他名下几家公司并没有在他去世后立刻注销，而是在之后1年半内陆续被并入几家前世关联企业，不是直接挂在他名下。钱四爷隔了2层代考，1层基金，1家外地贸易公司，但最终受益链能绕回前世旧产业。我爸被指控挪用项目保证金，是10年前9月。钱氏接收第1家壳公司，是10年前10月。第2家是11月，第3家是第2年1月。也就是说，乔氏坑出事，壳公司开始转移，我爸被推出来背项目窟窿，然后钱氏顺势接资产，整齐到像提前排好的。不是像。乔世坤负责旧河岸中转，钱四爷接盘壳公司，远星项目资金在这期间被抽走一段，苏明远的签批节点刚好卡在缺口暴露前。所以我爸不是拿钱的人。至少从现有资料看，他更像被放在明面上的责任人。那当年为什么？已经找到了一个，姓梁，给乔世坤那几家公司做过外账，现在退休，在外省。接进来。是。喂，梁先生，我是陆景琛。陆氏的陆，我已经不做账很多年了。梁先生，我想问乔世坤。乔先生已经走了。他真的病故了吗？公开怎么写就是怎么回事。乔世坤名下公司在他去世后并入钱氏关联产业，你应该知道转让文件是谁经手。陆总，有些旧事不是知道就能说的。那我父亲苏明远呢？他是不是替人担了账？苏小姐，你父亲当年很讲规矩。讲规矩的人为什么会被定成那样？乔先生走得太巧，钱四爷接得太稳。你说的巧是哪一件事巧？并购时间还是转让手续？我只能说到这儿，真相也要有命拿。我签过保密协议20年，涉及商业账册不能外传。你们要问，就拿合法调取函来。协议签署方是谁？我不能说。签署时间不能说。公证处。陆总，别逼我。梁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我拿到合法文件，你会说吗？到那一天再说。他怕的不是保密协议，是钱四爷，也是那张规则网。钱四爷不需要亲自露面，他用壳公司接资产，锁口供，等缺口出现，苏明远就是责任人。因为我爸签过字，因为他信流程，也因为他没有背景。苏婉晴，这条线查下去会牵到前世旧盘。我知道，钱四爷不会让你轻松拿到证据。我也没想过轻松。我爸如果真是替罪羊，你不用总这样。哪样？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，递一杯水。你撑得住？那你递什么？怕你忘了喝。说。陆总，集团内网出现异常链路，目标是远星收购数据官。远星？对方伪装成审计插件，数据丝线已摸到目录，我启动了1级隔离。第1道拦截完成，对方准备走镜像端口。开2级矩阵，放假目录给他。诱捕？如果他识破，识破也会留下指纹。
陆总手法很熟，不是在试探旧案，那是在做什么？开始偷家了。据指挥室，陆总，内网1级警戒已拉满，主库暂时锁住，对方在绕边缘。陆总，丢包开始上升，财务镜像端口被连续试探，对方没硬冲主库，在磨边。分区隔离，今天已经切了一层，再切，再切，再切的话，同步服务会延迟。新防火墙规则呢？现有规则挡不住伪装回流，担心误封，还是等底稿被拖走？不对，苏小姐，展开3分钟前的命令，这是实时攻击链，这小股不及提法，照做。旧系统迁移用过过渡接口，正常接口只走这一段。可能是残留脚本？不是，自动补链是双下划线，它7秒换一次壳，是伪装。拉出7秒切片。还真是借老接口绕监测。他们不是要拿公开模型的东西，那要拿什么？迁移缓存。草稿能看出真实压价区间，能反追吗？理论上能，但链条太滑，走一步换层壳，容易丢。别追主链。什么？追回流校认。对，每次回流发短确认，别堵它，让它发，然后反咬。放线调节点，按他的思路做。陆总，这样要放开一条缝，我担责。开诱导窗，缓存层加假签名，逻辑链3段联网，准备收口。3秒，2秒，1来了，锁它，抓到第一跳，第二跳再换壳。不要管壳，盯确认节奏，7秒换名，14秒归位，第2个规定点才是真出口。对上了。海外中转出现了，陆总，对方主动切链，要不要继续强追？收口，先保主库。远星主库安全未失守，假签名包回收，提稿未外泄，差一点。不是差一点，他们知道从哪儿下手。把源头信息单独拉出来，已经在做。苏小姐，远星旧接口的规则你怎么记得这么细？远星内部做过失败迁移，我参与过那段底稿整理。你参与过核心迁移？陆总，海外节点在开垦空壳公司下，前4爷的风格很像，他喜欢隔几层壳不沾手。把这家公司注册资料全调出来。是。远星并购目录全改单独密钥，旧迁移接口彻底封死。明白。把攻击链做成回放，留证，已经开始录制封存。做得很好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没有你，这条链今晚未必抓不住。从他冲进来到开口，他根本没犹豫过信他，这念头来得很重。陆总，海外空壳公司的初步信息出来了，说公司名叫 Nexa Harbor，3年前注册，表面看不出和前世有关，但去年和一家公司有过短合同。哪家？果然绕回来了。不是单纯抢并购底牌，他们在清县，刚查到乔世坤就来碰远星，像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地方不能碰。可能是找我们手里到底有多少。既然我安排法务和海外调查同步跟进。别惊动太大。明白。陆总，系统稳定，后续做全量排查。去做。还能站？有点累。知道累算好事。陆景琛，刚才你连问都没问，就按我的思路做了。你不是已经给出答案了？万一我错了呢？那就一起改。陆总，海外节点资料我发您邮箱了。再订2份夜宵。
现在，你也饿了？你脸色比屏幕白。你这是夸我，还是说我像报警灯？前者。顺着他查。乔安回国前已经在海外做过预部，他不是刚要回来吗？人没到，手却伸进来了。他比乔世雄聪明。Nexa Harbor 去年短合同后钱走了3层，最后落到旧名单上。像名单，远星仓储审计组3年前的外围人员参与过苏家仓储交接底稿复核。我爸的案子里，仓储交接记录一直缺一段。如果当年有人看过原始交接，就知道记录在哪儿。万晴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说。我记者朋友查到一件事。他真的知道我爸的事吗？至少有人不想让他开口。你在比什么？时间。说。陈其安公寓费改现金代交，代交人留了虚拟号，号码归属，充值只差40分钟。苏小姐，把节点发我。发了。查到了，他买过商务车通行。什么时候？昨晚11点。车牌。套牌概率高，正查路口。如果他们已经去过，先到再说。我不想又晚一步。二位探望哪位？陈其安。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305房陈其安上个月改现金代缴，可能系统没更新，纸质登记也没更新。这是内部资料。今天早上谁来过？没有谁。监控呢？监控维修。7点有访客登记的是前世资本。陈其安在哪儿？他们说请他谈合作，拿了份协议他就跟着走了，像保密协议。305。房间不能随便。他真的知道。是他们，我们查 Nexa Harbor， 查乔世坤，查乔安，所以他们来把人带走。苏婉晴，看着我。如果我再快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？带走他的人，不是你。可是线是我追出来的。是你追的线，让我们知道他活着，知道有人怕他说话。我要把他找回来。会。我要参与。7点06分离开，城郊北路8点前有2次抓拍，然后消失在新区商务环线。他们换车了。可能是进了有地下通道的园区。前世资本下有个闭门酒会，地点就在新区。他们会把陈其安带过去？不一定，但负责这件事的人会露面。那我们直接去。不直接去。钱四爷的人喜欢谈合作，那就给他们一场合作。用投资意向把人调，再用车辆路线确认陈其安去向。我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一露面，他们就知道他更重要。我可以装成陆氏的人。你的脸，他们认识。那我留在车里做数据支援。也不行。这不是你的并购案，是我爸的案子。正因为是你爸的案子，你不能被当筹码。你留在公司，你比任何人都适合做这张网的眼睛。我不想躲在后面，是站在最不会被碰到的位置，把他们看清楚。我可以。这次你留在公司，哪都不要去。这是命令。陆总，前世那边回了，接受邀约，但见面提前到1小时后。清场，改一线，15分钟内把文件发到会场。别添乱。苏小姐，陆总说您可以先看这些旧档补充材料。他说的。是。陆总还说，外部来电先转周特助，不要直接接触。连这个都安排好了。
微微，别糊弄我，你记者朋友在新区？是在酒会外多了3道核验，不是普通阵仗。陈其安呢？没拍到。那陆景琛为什么亲自去？因为只有他能拖住钱四爷的人。你现在出现，只会更确定陈其安手里有东西。我知道。你怕陆景琛出事？我没有资格怕这个。怕一个人需要资格吗？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别让他分心。如果他有危险呢？那你更不能成为第2个危险。有消息立刻。怎么样？陆总在会场，钱氏临时加了审查条款，要求披露 LP 背景、现场核验资金来源。他们在拖你们？不是拖，在卡死流程。只要接受，救援线上的人会被迫暴露。把条款发我。陆总说不用。周特助，我发。第10条已复试。陆总正在说这个。如果陆氏连披露都不配合，很难相信诚意。钱氏若连有效规则都分不清，17条失效，21条超范围，34条对摊承诺，逻辑不成立。何必急着否认？急的是你们。苏小姐，陆总把他们拉回规则框架了。他在拖时间。是 ，A 线进后勤楼了。陈其安在里面。不确定，门禁和疗养公寓那辆车对上了。你们有几分钟？最多7分。钱氏要求提前验文件、验人、合作代表名单和视频确认。他们识破了？不全是，起疑了。视频确认可延迟，同步海外时间超能争3分钟。陆总用过时差理由了。那用电子签章冲突。传新版证书，系统会提示兼容降验，是技术等待。我明白。这技术问题不太巧吗？用旧模板要求签新协议，巧的是谁？签字流程被改，需钱氏主管2次确认。位置。入会场外侧。会被发现。所以不能走这道门。走设备口，中控有反求通道。你怎么知道？物业系统有报修单。门在合，还差15秒。告诉陆总，抛附件3。附件3是什么？境外仓储风险质询。我有一问题。附件3第6页，贵方项目资金重叠。陆总，今天谈合作，我谈的也是供应链。接到人，钱氏要提前验人。陈先生呢？已离开，转交硬车。还有多久？20秒，全线红了。用访客会议牌绑定你设备，走访客通道。完成接应。人安全？暂时安全，能沟通。陆景琛呢？陆总还在会场。为什么不走？必须把谈判收尾。他会不会有事？陆总让您回公寓等。他自己为什么不说？他在谈，您先回去。怎么还不睡？你受伤了？小意外。周特助没告诉我。没必要。没必要。你把我关在公司，看着你一个人拖时间。苏婉晴，你别叫我。我知道去了会添乱，但我怕的不是失败，我怕你回不来。苏婉晴，陈其安救回来了，那你呢？你还说想擦创？处理过了。处理过了还这样？苏婉晴，别哭。你坐下。药箱呢？客厅右侧第2个。怎么不记得自己处理好？周让处理过。周让是医生吗？不是。那你闭嘴。不用这么紧张。再说一句，送你去医院。没到那个。怎么弄的？撤退时擦到金属边。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吗？去确认陈其安上车。周让为什么没说？怕你坐不住。可我已经怕了，看着全线跳红，只能猜。你做了很多。我不想听这个。没有你的通道出不来。我也不想听。
别动。好。前世的人为难你了吗？规则内的施压，说人话。想把陆氏拖进陷阱反咬，然后呢？推回前世境外仓储。附件3。他们会善罢甘休吗？不会。所以今晚不是结束，只是把人先救出来。陈其安在哪儿？安全屋。他愿意说了吗？情绪不稳，只说了一句。什么？不是。那你说。他说远星的账不止一份。什么意思？他手里的是复印件。原将呢？还没说。前世为什么急？以为他把原件给你，交给我，跟你父亲签字有关。觉得你知道旧账户。你不信我？我信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前世不信。所以你让我回公寓，是怕他们顺着我找，也是怕你被他们逼着做选择。什么选择？用陈其安换远星旧账，或者用你父亲的清白换陈其安。他们凭什么？凭他们以为人一旦害怕，就会先保住自己最想保住的东西。那你呢？你今晚保的是什么？我保的是你不会后悔。陈其安活着，远星就还有人证，账本没找到，也还有线。你父亲的事儿，不会被他们随便写死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在计划里。你骗人！如果你真的在计划里，就不会带着这种样子回来。好了，我去洗手。别走。陆景琛，我只是去洗手。等一下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协议还有2个半月。你提这个做什么？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？你随时可以把今晚的事当成协议责任之外的意外。所以你是在告诉我，不要越界？不是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在问你。问我？2个半月后，你还会不会走？陆景琛，你是希望我走，还是不希望？我以前希望你按协议走。现在呢？你别用这种话转移重点。我没有。你有。苏婉晴。我不回答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把一时的心软当成以后要后。我什么？你刚才的眼泪是一时心软吗？周让，什么事？苏小姐，陆总在吗？说。陈其安刚才清醒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原件不在他手里。在哪儿？他说当年远星最后一份底账被藏进了一个私人信托的附属档案。信托编号？他只记得尾号。多少？0427。你知道？0427。为什么会是我？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你知道什么。那是什么？他们怕你以后知道。陆总，陈其安现在状态不稳定，但他一直重复说要见苏小姐。他说有些话只能当面说。现在去？现在。你的伤能走。我带你去见个人。陈其安，他真的安全？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。那就走。我自己来。刚才的话，你不用现在回答。哪句？协议。你不是很擅长算时间吗？2个半月不长。是不长。所以你现在问，不觉得太早？不早。你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提前预判？以前是。现在呢？现在有些事预判不了。比如你会不会因为今晚离我更远？我为什么要离你更远？因为我把你卷进来了。前世盯上你，是因为旧案连到一起。前世盯上我，是因为我姓苏。你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
苏婉晴，到了之后，不管陈其安说什么，先听完。如果他说我父亲真的做过那些事呢？那也先听完。你信吗？我信证据，也信你。人呢？里面。他不愿意说。不是不愿意，是太慌。他一听见钱氏2个字，就开始反复否认，说自己什么都没拿，什么都没留。监测呢，情绪波动很大，但能沟通。怕的话，可以在外面等。你又替我做选择。我是在给你选择。那我的选择是进去。钱氏会知道，他们会知道我没拿原件，真的没拿。行的账，远行的账不是我藏的，我只是看过复印件，我只是被乔总叫去整理过一次文件，我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怎么做。乔总是谁？乔董事，乔艳丽的父亲，乔文策。陈其安，看着我，你现在在我的安全屋，每一句话都会加密记录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你沉默，他们才有机会。陈先生，我父亲当年做了什么？苏总，不是主谋，最后一轮资金流是乔文策和钱氏做局，直接经手人钱四爷的人钱洪胜。那我父亲为什么被卷进去？因为苏总发现了。他发现什么？方案和走账不一致，他拿到了录音内容。乔文策说不能让他带走账，钱洪胜说做成他的签字链让。我父亲入狱前说过什么？他说别让女儿碰旧账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账能改，只有声音改不了。录音原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刚才说他拿到过，拿到不代表还在，档案室清理过。原件应该已经毁了。应该不是确定，为什么用应该？因为我没亲眼见到。谁告诉你毁了？我不是不想说，那个人我不确定。说名字。东西交给了苏明远最信任的人。最信任的人？当年我父亲最信任的那个姓陆的人是谁？可能不止一个。什么意思？苏明远出事前能被称作旧友的人，我查到3位。陆成渊和你什么关系？我二叔。所以我父亲最后信的人可能是陆家人。是可能，还不能定。你早就知道这个名字，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说？因为我没有证据。你信证据？也信你。先查陈怀章。为什么是他？他离我最近，也最容易开口。不用，如果你跟着，他们只会更怕。周特广送你到楼下。录音，有任何不对，立刻出来。陆景琛，我不是玻璃做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更怕你碎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婉晴啊，几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陈叔叔还记得我？怎么不记得？你还玩过我的镇批。那你也该记得我父亲。明远啊，当然记得，可惜，可惜。我今天来，是想问远星旧案。婉晴，过去的事儿别再翻了。你父亲也希望你过安生日子。这是您的意思，还是我父亲的意思？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就告诉我真相。真相哪有那么简单？你一个小姑娘，碰这些做什么？陈叔叔，谁跟你说的？您紧张了。我只是怕你被人利用。被谁利用？陆家。婉晴，陆家的人心思深，你父亲当年就是太信任，才走到那一步。他信的是谁？苏小姐，陈总怎么说？他说不知道。你信吗？不信。我汇报陆总。不用说太细。苏小姐，没事，他会担心。好啊。陈怀章说了什么？打太极。有没有提陆成渊？提了。怎么提的？他说别去找他。你还答应了方旭的邀请。周特助告诉你的？他只说你信。
那你怎么知道是方旭？一个艺术沙龙而已。我只是去看画。随你。陆景琛，我没拦你。你现在这样像没拦。我说了，随你。你吃醋可以直说。你希望我用什么身份吃醋？早点休息。你来了。脸色不太好。谢谢。那今天不谈那些，只看画。你看这道金色，像不像在灰暗里撑开的缝？你觉得它表达的是希望还是困境？是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道光可以往外走，也可以被留在里面。你是在说话，还是说你自己？婉晴，如果你累了，可以不用一直硬撑。陆景琛，看完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接你。陆总，沙龙还没结束。方先生，我来接我的未婚妻。婉晴，你不是说随我吗？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让你一个人来。陆总这么紧张，是因为沙龙还是因为我？都有。要我松手？先出去。你跟我走。抱歉。没关系。但如果有一天你想听一个旁观者的意见，我还在。抱歉。你也会道歉？刚才失态。只是失态。我不喜欢你和他站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谁发的？陌生号码。内容？他说，录音在我母亲留下的旧琴里。旧琴？我母亲以前有一把大提琴，父亲出事后，东西被封存过。后来搬家，我以为那把琴早就不在了。在哪里封存？苏家老宅。如果这条短信是真的，发信人知道我在查陆成渊，也知道我母亲的琴，他不是普通人，所以更不能拖，也不能被牵着走。你刚才说想站在你身边，是不是也包括这种时候？包括。陆总，真是您啊！刚才里面人多，我还以为认错了，没想到陆总也有兴致来看这种小沙龙。这位就是苏小姐吧？久仰久仰。您是？黄启年，做点艺术投资的小生意，以前和远星也算有过几面之缘。苏小姐可能不记得我。陆总这是真把苏小姐带在身边了？有问题？哪儿敢！只是外头传说这婚约是权宜之计。苏小姐别介意，我说话直。远星当年闹得大，陆总肯带你，很给面子了。你刚才说谁给谁面子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开个玩笑。拿我未婚妻开玩笑？是我失言，您别往心里去。道歉要看着他。苏小姐，刚才是我嘴快，您别计较。王总，远星破产不是谈资，我父亲的案子也没结束，以后再提苏家，请带证据，否则就是造谣。苏小姐说的对。还有一句，我的未婚妻不仅是我的人，她的能力远超各位，轮不到旁人治水。明白，是我有眼不识。走。婉晴，短信需要查，我可以找人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因为他，我会和该站在我身边的人一起查。我明白了。刚才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王启年的话，我能自己处理。我知道。为什么抢在我前面？协议第7条，保持恩爱形象。质疑你就是打我的脸，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周特主，回公寓，老宅周边静默布控。是。不直接过去？对方要的就是你现在过去。可琴如果真的被取走，先查谁知道琴。你母亲的旧琴，不是外人能知道的。消息来自远星内部，或者苏家身边的人。把远星旧名单列出来。全部，包括离职转岗的。全部，越杂越好。陆总查人也喜欢笨办法。笨办法不会漏掉聪明人。数据精准打击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从你第一次提远星开始。
做这些也写在协议里？协议没写不能查，也没写你要查。现在不是审我动机的时候。行，先放过你。条件1，知道旧情存在。条件2，知道案子里有录音。条件3，能接触封存物。条件4，和旧势力有交集。条件5，有能力调动人取亲。交叉，停。刘立成、赵明华、陈述、周林、周叔。周林，我爸的朋友，很多年了，他经常来家里吃饭。他说过那把琴音色干净。远星出事后，他帮我处理封存物。后来听说他进了景琛集团，采购部副总。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！看着我，他不可能！苏婉晴，看着我。一个名字，不等于定罪。可条件都对上了，所以要查。如果真是他呢？那就拿证据出来。他是我父亲最信任的人，不能只靠情绪判断清白。你懂什么？懂被身边人递刀的感觉。他经手过3次异常合同。异常？金额不大，但背后有壳公司。壳公司和陆成渊有？把资料给我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看到他，藏不住。陆景琛，我是怕你太在意。那你要我什么都不做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到时候你做的什么都可以。明面上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暗地里我让人查他。我呢？你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。这又是协议？不是，至少今晚不是。那旧情怎么办？周让守着，不惊动人。你想顺藤摸瓜？这回周让顺藤人，让他以为安全转移。可录音真在琴里呢。确认位置，不打开，直布控。为什么不打开？对方希望你急，你越急，他越好判断。所以今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对。如果周林真在里面，那他也会以为你还信他。我需要他的资料。明早给你删减版。完整的。不行，你不能现在去找他。你的眼神说了。喝了，睡觉。你命令我？建议。听起来跟命令没区别。我听不是因为怕你，我知道，是因为你说那句不是协议。他若背叛父亲，我绝不手软。我也不会。如果他是被利用的，那就把利用他的人挖出来。苏小姐，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江州做生意的人，多少都叫我一声钱四爷。短信是你发的？如果不是我，苏小姐现在已经转身走了。坐。录音在哪儿？年轻人都这么急？我不是来陪你吃饭的。这里的老鸭汤，陆成渊当年很喜欢。你认识陆成渊？何止认识？苏家这个能力倒是比传闻有意思。你知道苏家的事？我知道的比你以为的多，包括我母亲的旧情。秦只是引你出来的线，录音根本不在秦里。谁说不在？也许在，也许不在，关键是你信了。所以今晚不是为了录音？当然是为了录音，只是录音有很多种。苏小姐手里有什么，陆景琛手里有什么。陆景琛没告诉你吧？当年远星出事前，陆家内部有人先见过你父亲。谁？你想知道？说条件。痛快，告诉我，陆景琛查到哪一步了？你怕他？苏小姐，激将法对我没用。那你为什么要问他查到哪一步？因为我不喜欢麻烦。你不喜欢麻烦，却亲自来见我。你不一样，你是苏明远留下的钥匙，认识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欠过我一笔账。不可能。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不可能3个字。坐下，喝茶。你把陆景琛手里的账本线索告诉我，我把你想知道的名字告诉你。什么账本？陆景琛带你查周林，不就是为了账本？你父亲身边的人干净的没几个，
生气了？你没资格提我父亲。资格？你今天让我来，不是为了交易。哦，你想确认陆景琛是不是已经查到账本，确认我知不知道周丽？继续。你还想让我怀疑所有人，包括我爸，包括陆景琛？怀疑不是坏事，至少能让人活得久一点。可惜，我不是来向你雕底的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来确认一件事。什么？你很怕陆景琛查下去。你没有录音。哼，诱饵好不好用，不看我，看你。那你失算了。是吗？你把位置发给了谁？林家那个小姑娘，还是陆景琛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留后手？告诉我，陆景琛到底拿到了什么？苏小姐，你现在护着他，他未必护得住你。他会来。你这么信他？至少比信你容易。陆景琛，等会儿再说。陆总对未婚妻倒不像传闻里那么冷。钱慎，手伸到他身上之前，先想清楚代价。很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。那你该记得自己为什么不敢用这个名字。陆景琛，你父亲那一辈的事儿，你真要犯？你怕我就犯。年轻气盛，比你躲在旧账后面强。苏小姐，今晚的话你记住，你父亲留下的不只是清白，也可能……如果是债，我自己查；如果是你编出来的脏水，我也会亲手洗干净。有骨气。为什么来？我发了定位。我问你为什么来？引他露面。知道是陷阱还来？你不是也来了？不能把自己当诱饵。回去再说。你早知道周林有问题。我说了，回去再说。谁给你的胆子约？我发了定位给林薇薇，她能报警。你知不知道多危险？钱慎一定做了准备。那你要我怎样？你什么都瞒着我。我是在保护你。保护就是把我蒙起来，从来不问我能不能承受。这不是你该承受的。凭什么？凭我答应过。答应谁？我想知道真相。想知道钱四爷为什么说我是钥匙？这些我会查。那我呢？你等。你连现在都要控制我。我是怕你乱来。乱来是因为没人告诉我路在哪里。周林的车不一定代表他本人在场。所以你早就在查他。是。查到什么？又不能说。不是不能。那是什么？还差证据。陆景琛，你知不知道，钱四爷今天就是想让我怀疑你。我知道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今晚到此为止。你又要结束话题。你需要休息。我需要真相。我会给你。什么时候？陆景琛，姜茶。苏婉晴。周林那辆车3天前进过陆家老宅。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醒了。胃药看说明，1天2次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早上让人送来的。你昨晚不是说今天带我去见一个人？下午。不能现在去。那个人上午不在江州，之前的就回江州。又不能说。不是不能，我需要确认他愿不愿见你。他认识我爸，也认识陆家，和周林有关。那我下午请假。我来安排。不用，我自己会请。昨晚的话我说中了。我也不该直接去见钱慎。以后有事先告诉我。那你也一样，陆景琛，别让我总是猜。
好，早饭在餐桌上。你做的？买的。你还会买早饭？会付钱。婉晴，进来一下。赵总监，有新项目？算是。下午2点，方旭公司那边有个公益项目筹备会，我们部门需要派人过去，你代表市场部。方旭公司？对，你之前和方总沟通过，熟悉他的风格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形象有帮助，别出岔子。怎么，有安排？我下午可能需要请一小段时间。婉晴，这个会是临时加的，陆氏那边也会看反馈，你要请假可以，会结束以后再走。会大概多久？顺利的话1个小时。好，我去。还有件事。您说。钱氏那边最近动静不小，有人打听你参与过哪些客户项目。打听我？别紧张，正常商务范围内我没给，但你最近最好低调点。你不是普通员工，有些人盯着你，不一定只为工作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赵总监。会议必须去。赵总监安排的。推掉。不行。陆景琛，我不是故意跟你作对，这个项目是市场部工作，我已经答应了。方旭也在。应该在。你知道现在钱申在盯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带同事一起去，会后直接联系你。你是在命令我，还是担心我？担心。那我听。下午结束，我去接你。好。婉晴，你脸怎么红啦？热水烫的，你还没接水。苏小姐的方案有一点很好，她没有把公益做成单项捐赠，而是设计了回流机制。旧书进入社区后，还能通过阅读积分回到流通系统，这比单纯堆数量更有价值。谢谢方总补充。苏小姐，如果第一批试点放在3个社区，市场部能否在2周内完成线上预额？可以，但需要方总这边提供受益社区的真实反馈，不要模板化口径。没问题。婉晴，方总，不是在会上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工作场合还是要分清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太累？还好。我听说钱氏那边有人找过你。江州就这么大，钱慎不是容易应付的人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或者想倾诉，我随时都在。他不需要单独倾诉。陆总来得很快。接人。我只是关心合作伙伴，合作可以找项目组，关心不必越界。陆景琛，婉晴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的事我会自己处理，包括陆家的事儿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周林的车3天长前进过陆家老宅。谁告诉你的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周林那辆车从老宅出来后，去过一个地方。哪里？你父亲当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酒会馆。方总，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因为有人不想让你下午见到那个人。我们要见的人刚刚失联。是谁？陆总，到现在还要瞒他？方总知道的不少。有人不希望婉晴靠近酒会馆。方旭，我问的是他。陈伯，你父亲以前的司机。他还活着？今天下午约好见面，10分钟前联系断了。联系断了是什么意思？电话关机，人不在住处。你要去找他？我回公司查路线。我跟你去。不行。陆景琛，你刚刚才答应过，别让我总是猜。我不是让你猜，现在不确定是谁动了线，你跟着我只会被盯得更紧。那我留在这里就安全？我的公司至少比路上安全。你保证？我能保证他在我这里不会被任何。我不是物品，不需要你们互相交接。你去查陈伯，我留下把公益项目资料确认完，半个小时后
我回公司，你让周特助把进展同步给我。婉清，这是我的安排，不是请求。你不是要控制我，是担心我，那就用我能接受的方式。半小时。好。我先来回山顶定点。好。周特助会在楼下等你，不要离开1楼。陆景晨，你可以少说一句命令。那就当我拜托你。水凉了就别喝。陆总的关心方式一向特别。方总，我们谈项目吧。这是公益图书馆的初步空间模型。只是概念，旧书回流点不应该像废品回收箱，它得让人愿意停下来。这里可以加社区留言板，捐书的人写一句推荐语，借书的人也能回一张读后卡。我也想过，但担心执行成本太高。可以不做成实体卡，扫码生成电子书签，线下只保留精选，这样既有温度也好管理。婉清，你很适合做这样的项目。你会考虑人怎么走进去？不然会被赵总监骂。那我该感谢他。我想做成安静10分钟。名字很好。你喜欢？喜欢。你在想他？什么？你的表情变了。方总，我们谈工作。只是觉得可惜。可惜什么？你本来可以过得轻松点，哪怕那个人让你紧绷。紧绷和心动，我分得清。明白。我让人送你下楼。不用，周特助在等。婉清，陈博的事有进展，希望能告诉我。旧会馆那条线，我可能更早碰到。你为什么查旧会馆？等你愿意单独谈，我告诉你。如果是和我父亲有关，不该单独谈。你越来越像你父亲了。你见过他？见过一次，在旧会馆。苏小姐，陆总让你来一趟。陈博有消息了。有路线，不完整，陆总在等。我马上下来。方旭公司离开的人，全核一遍。1点57分，苏小姐进入会场。3点18分，陆总到场。你把筹备会从头到尾盯了一遍。是。包括我和方旭谈了什么？没有录音。我需要确认有没有人接近你。你可以问我。方旭告诉你什么了？他说他在旧会馆见过我父亲，他可能比你更早碰到那条线。陆总，陈博的路线停在城南旧区，监控中放了15分钟。不是完全失联？只确认他上了一辆预约车。预约账号是谁的？账号注册人是谁？方旭公司公益项目组的临时账号。我会查清楚。我也要知道结果。可以。这次不瞒你。你发现刻字的时候，所以你一直等着看我会不会发现。你是不是从来不会好好说一句我担心你，我想帮你？说了，你会听？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会听？我让人重做了云溪雅园的模型，不是为了监视你。我知道，这里的灯位你改过，原来的落地窗会让下午的光直冲书桌，你把折射角度调低了。走廊壁灯也换了，不刺眼，但能照到玄关。书架旁边多了一个小矮柜。你晚上总把包放椅子上，第2天会找。你记得这些？我记性不差。别装，这不是记性好，是用心。我不擅长。那就学。你教？你肯听吗？这次听。苏婉清。旧会馆的事，不只是你父亲的旧案。你查到什么？采光结构和远星当年
那间会客室曾经用于内部项目审议。我父亲去过那里，很可能。所以你送这个模型是想告诉我这个？不全是。那还有什么？想让你知道，你住的地方我会改到安全。你要查的事，我会查到底。你想要光，我也可以给。陆总，人到了，但情绪不稳，只愿意见您和苏小姐。苏小姐，这位是远星前中层管理者曹建成，当年负责过档案流转。我只说一次，说完你们不能把我交给钱四爷的人。你先说。苏明远的录音不在远星。你知道我父亲的录音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完整的。完整？当年有一支录音笔被……为什么藏？你既然知道那是证据，为什么不交出去？曹建成是钱四爷，他说录音笔不能公开。我老婆刚生孩子，我不敢赌。我父亲有没有托你带话？他说问起旧会馆就查采光底稿。地址：城郊长青巷27号。陆总，保证我离开后不被带走。周特助会安排，若有隐瞒，保护失效。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方旭知道这件事吗？远星旧县旧会馆，听过吗？最近有人在问旧会馆，想做公益碑雕，是不是方旭？没见到人，只听过姓方的称呼。现在去。去。怕？不是怕，我只是不知道按下去会听见什么。你今天真的很会说话。临时学的。陆总，按编号尝试厂家默认重置。开。苏小姐，您来。如果不想听，我来。不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。前世资本的交易是转移风险。底稿里藏着原始字律。婉晴，如果有一天你听到这段，别相信主动送旧会馆的人，最关键的笔稿我藏在了。他最后说，别相信任何主动把旧会馆送到我面前的人，包括我。你不是主动送来的。钥匙不在会馆，在你母亲那边。还听吗？听。钥匙不在会馆。他留下很多书，只有一本，他一直不让我碰。书名：旧式机械结构图谱。机械。我爸说，真相在最初的齿轮里。他们不是3件事，是最终证据。远星1号仓库。对。明早拆除。方旭若知道，他们不会等明早。他们已经到了。不止一波，入口的人在手不在找。那还等什么？进去后，听我的。如果你又想让我留在车里，不是，跟紧我。你也一样。陆总，1号仓库在最西侧，我只能拖3分钟。3分钟够吗？找东西需要多久？新网碰到残留气场，1分钟。怎么了？这里被人翻过，恶意很重。还能找？能。两位真让人感动。呵呵，这么晚来这儿散心，让开。呵呵，别为难我们。你们也不知道在哪儿。陆景琛，你！婉晴，我在找。拦住他！最初的齿轮是机械结构，在那里。不许碰！你往前一步试试。拿到了。拿到了。这仓库马上就没了。拆迁临时授权通过了。他们想推掉这里。现场只有一个，没现场，U 盘没用。现场链条。不能只带走 U 盘。你想做什么？把证据全拖。让他们看证据现场。你听见这段，说明找到了。
别慌，听完。关掉。3层办公室还能走吗？能。跟着我。陆景琛，这次别让我只跟在后面。那就一起走。别追太近，四爷马上到。左边有一条检修通道。还能确定？我爸改图喜欢留斜线标记，后面应该有门。周特管，有监控吗？信号干扰，只有巡逻光。我开门比你快。好，你来。进去。刚才你信我了？我一直信，以前以为放原点是保护。人呢？肯定没出仓库。搜设备后面。走。慢一点。说好一起走。我挡杂物，不挡你。我妈的声音你听见了？所以她把路留得很清楚。我先进。不，这里是我爸的地方。那你进，我扣门。他们漏掉了什么？他们只会找保险柜。你父亲会藏在哪里？他不用数字，用错位。婉晴，我看见了。远星原始授权章有用吗？太有用。陆总，交出东西，体面离开。哼，别松手。拿错了东西可不是好事。让路。让我让路？这里3年前已转入清算托管，你不是这里的主人。嘴硬救不了人。你懂规则，我也懂。他在逼你用新网。动一下就是窃取资料，非法。也是你的。你真要为了他把陆氏拖进来？不是为了他，是和他一起。你查过我的规则联？你以为只有你会做局？左上角第3根是临时授权链。确定？确定，和仓库拆迁同源。好。授权签发10点47分，申请31分，授权在后。说话要付代价。欺诈证据也在这儿，要硬抢。这不是普通证据。苏明远绝对不能把账本交出去。还要继续放吗？剪辑的录音想炸我？那这声纹和时间对怎么来的？技术和时间都能伪造。陆总，做戏给谁看？给你看。我不吃这一套。那你听清楚，按线走3层。第1层，账册拆成咨询费进昌河，继续编。第2层，昌河转给海外基金，实控人是你侄子，查得太深，不怕拖陆氏下水。第3层，你用拆迁许可洗掉原始缺口，证据呢？在这里。他要封证据。别急，让他封。你想套我的链？已经套住了。这里，它不是前世的章，看清楚，是远星原始授权章的拓印变体。你们用伪造授权补旧账，才要拆掉这里掩盖真相。话说得太满，会收不回来。今天不收了。哼，信号都被我截了。你以为只带了一个？索引已发审查组，接入及核证。你在炸我？你可以等电话。说。陆景琛，你以为赢了？不是以为。钱家不是你一份材料就能撼动的。那就一份一份查。你会后悔。这句话，你20年前也许对苏明红说过，现在换我告诉你，轮到你解释了。我父亲只是不希望我被你们骗一辈子。你确定真相直到这里？你想说什么？想听完整真相，就让苏小姐问问她母亲，当年为什么能提前留下这2枚优品。你什么意思？陆总，但远星的账不止钱家一本，苏小姐别太相信录音，也别太相信威胁。他走了，暂时。相关部门真的去查了？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你进齿轮按时的时候。那时候你还在对付他们的人，所以慢了30秒。陆景琛，没事。陆景琛，你别逞强。我没有。你的手在抖，你的旧伤是不是又犯了？别动。你还笑？婉清，我在问你伤。值得。你父亲终于可以清白了。
陆景琛，刚才钱四爷提到我妈，我听见了。他不是随口说的。陆总，信号恢复了，第2枚 U 盘核验完成，但里面还有一个隐藏文件，文件名叫“晚晴，别恨我”。我妈的生物密钥，先回机密室，这里不安全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还有隐藏文件？我只知道第2枚 U 盘不止账本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在没有证据前，让你再被一句话拖进漩涡。接口已隔离，先做制毒镜像。隐藏文件影响主证据吗？说实话，有风险。强行绕开母锁会打乱锁引。多久？最快12小时。婉晴，我没事。不想亲自做，我让团队来。不，这是我家的事。母锁逻辑复杂，贸然切入。不切母锁，只取外层证据链。用时间漂反向提取。对，调拆迁许可时间轴已调出。锁定昌河7笔咨询费。外围路径太窄，3秒内会闭合。听他的。窗口要关了，1秒。开。时间线完全对得上。证据出来了。送出去。法务一组走绿色通道提交，附加声纹比对，申请冤案重启。钱家会提证据来源意义，把他们最怕的附上。哪项？钱四爷的录音和现场记录。袖扣不是装饰。陆景琛，你的伤……先等结果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把自己排在最后。那你把我排前面。至少别让我一边等消息，一边担心你倒下。温牛奶。你让人准备的。你从旧办公室出来后，脸色很差。我不想喝。喝2口。陆总现在还管这个？管。太淡了。下次加糖。补声纹原件，给。写家属依法提交，陆氏提供技术保全，不接受。你不需要装冷静。如果这次又不行呢？会行。你怎么确定？因为证据链闭合，程序启动，因为我在。说。陆总，审查通过，苏明远案即刻重启，补充材料已复核，看守所会收到通知。听见了吗？我爸是不是有机会出来了？有。不是安慰我？不是。陆景琛，你再说一遍。伯父会有机会清清白白的走出来。不用道歉。我还没说。你每次想说对不起，都会先松手。那我不怂。喂，请问是苏明远家属苏婉晴女士吗？破例允许一次临时探视，请按时到达。现在可以见我爸？是的，请携带身份证件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陆景琛，等见完伯父，我们再查那个文件。好。3号，中校的扩报一侧。苏婉晴女士，是我。探视时间有限，请跟我来。抱歉，通知里只写了家属1人。我是本案补充证据保全方代表。规定是规定。法务，传探视补充函到门岗。这儿不是企业会议室。知道，按程序来。可进入，不能干扰谈话。可以。走吧。你又帮了我一次。等接完伯父再算账。算什么账？你欠我的谢谢太多了。怎么了？我怕他看见我哭。那就哭。我爸会担心。他更怕你一个人撑着。陆景琛，我在后面。别走。不会。爸。婉晴。爸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傻孩子，你能来爸就高兴。我找到证据了，案子已重启，你很快能出来。好。您就说一个好。爸爸说多了就撑不住了。
爸，您再等等，我一定带您出去。婉清，不是你一个人带爸出去。您知道？小时候在陆家老宅见过一面。我怎么不记得？那时你光顾着追白毛，他站台阶上不爱说话。你记得？记得一点。你从来没说过。你也没问。婉清，爸，要好好谢谢景琛。我会的。不是嘴上谢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爸看得出，你看着他时眼里有光。你的能力比你妈妈当年更稳。爸，您知道我妈的生物密钥？婉清，但是时间不够说完。爸，那条短信说想救您，别打开我妈的文件。谁发的？不知道。别怕。可是他们提到了妈妈。你听爸说，他留下的东西不是害你，也不是为了拖住你。那为什么叫婉晴别恨我？因为他做了一个选择，那个选择可能会让你难过。什么选择？还有3分钟。爸，您告诉我。景琛，伯父，如果他要打开那个文件，你陪着他。我会。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，不是远行做得多大，爸，是你长大了，还没把自己活仇恨，去做你认为对的事。时间到。爸，我明天还能来看您吗？别把时间都花在这里，把案子走完，把自己照顾好。您也是。爸，我一定接您回家。爸信你。婉晴，我刚才是不是很没出息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很想他。你小时候真的给我拿过药箱？不是我拿的，我让周家司机拿的。那也算。你当时哭的大杀声。陆景琛。去机密室。先去吃点东西。你确定？我爸让我照顾好自己。听伯父的话。也听你的。陆景琛，这次不是因为害怕。我知道。也不是因为需要你帮忙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愿意让我站在你身边。那你站稳一点。好。奶奶。景琛，带婉晴回老宅吃饭吧。现在？现在。如果我现在说不想去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你不劝我？你要去，我陪你；你不去，我带你走。那你奶奶呢？我解释。她会生气。那也是她先学会尊重。你像站在我这边的人。本来就是。怕？有一点。要不要我先进去？不用，既然来了，就。婉晴来了。陆伯父，不用拘谨，昨晚辛苦了。听说你看了苏先生。人见到就好，都不容易。早上风凉，先进来。伯母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没吃东西？还没来得及。端热粥来，别太甜。不合口味你直接说。伯母，不用麻烦，来家里吃饭不叫麻烦。老夫人，坐吧，坐景琛旁边。坐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先喝2口，胃里吃点东西。谢谢伯母。下午去公司。父亲同意我插手。那时我只看到风险，后来我看到了人。陆家不会假装看不见。谢谢你。该谢你自己。婉晴，老夫人以前对你说过不少重话，您让我说完。总想替小贝选好路，可忘了，婚姻不是条件拼的。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你以为我是什么样？只会躲在他身后。我确实怕过。怕了还往前走，才难得。景琛变了，他现在会问你的意愿，
不是我一个人懂了。并肩不等于失去掌控。今天叫你们来是想说清楚，陆家不再以孩子作为婚姻条件，要不要都由你们决定。婉晴，之前让你受委屈了，规矩不该压你一人身上。真的不介意？我们更希望他有并肩的人。延续不只有血脉这一种方式，这不是补偿，是改正。我未必能让陆家满意，先让自己满意。婉晴，我会努力，活明白。这样，婉晴，陪我坐一会儿。我没事。老夫人，这是……还叫老夫人？这是景琛祖母留下来的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还没说给你，先听完。只传陆家孙媳，你若不愿意，我不勉强。孩子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奶奶，我今天好像一直在哭，能哭出来，说明还没逼坏自己。谢谢你愿意重新看我，也谢谢你愿意再走进来。婉晴，有空就会。很好看。镯子，你今天是不是也被老宅绯闻影响了？也许。那明天恢复正常吗？看你想不想。这算不算正式盖章？算。那你以后不能反悔。不会。陆家也不能。有我。怎么了？文件有反应。现在解。先不解。为什么？我想等明天。明天有什么特别？没什么。你不擅长撒谎。那你也可以装作没发现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的。苏小姐，这些是旧案复核资料，陆总让送来。放这里吧。这镯子很好看。谢谢。陆总今天心情应该不错。为什么？他早会只改了3个方案。这算心情不错。以前是17个起步。苏小姐，您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。那我让人送杯热水。不用。陆景琛今天忙吗？上午满会，下午见法务，晚上饭局，陆总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他说今晚回家。苏小姐，没事。吃饭。你不是有会？推迟10分钟。为了让我吃饭？为了让你别把胃饿坏。陆景琛，你最近是不是太习惯照顾我了？有问题。如果以后不用了呢？我只是随口问。那我随口答。什么？我没打算停。先吃。你每次都这样。哪样？把话说一半。你想听另一半？不想。好。笑什么？笑我自己。为什么？明明以前觉得3个月很长。陆景琛，我在。协议今天到期了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我们可以。你别这样看我。哪样？
像我说错了话。你没说错。那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你想听什么回答？按照协议，别拿协议挡我。协议是你的，是。期限也是你定的，是。那现在到期了，我提醒你有什么不对？苏婉晴，你提醒我，是因为你想走。我不想走，可我怕你只是没想好怎么结束。你觉得我会让你走？协议上写了，协议上还写了，双方不得干涉彼此私生活。可我干涉了。陆景琛，协议上写了，3个月内不得公开真实关系。可我把你带回了陆家老宅。协议上还写了，期满后双方可无条件解除。但我有说过，你可以走了吗？陆景琛，你这是耍赖！承认。陆总的契约精神呢？用在别人身上。这是什么？新的协议。你还要跟我签协议？这次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苏婉晴，这份真正的婚前协议有效期是1辈子，你签不签？第1条，苏婉晴拥有随时拒绝陆景琛任何决定的权利。第2条，陆景琛不得以保护为名替苏婉晴决定人生方向。第3条，苏明远就案未结前，陆景琛无条件站在苏婉婷一侧。第4条，无论要不要孩子，什么时候要，均由双方共同决定，不接受任何外部干涉。第5条，是什么？陆景琛自愿把余生交给苏婉晴审阅。这是什么法务条款？我写的。难怪不专业。那你改。改哪里？改到你愿意签为止。如果我不签呢？那我重新追。追多久？追到你愿意。如果一直不愿意呢？你呢？我不同意。你刚说改到我愿意签为止，可以改成不得擅自。已经是不得擅自。那加1条，苏婉晴不得用柔韧心网偷偷试探陆景琛。我那是自保。我那也是。陆景琛，你幼不幼稚？只对你。现在打开吗？一起看。等一下。你反悔了？不是。看林女士的留言前，先把你的名字留完整。连这个都准备好了。我怕你哭完忘记。陆景琛，很早就打算耍赖，怎么不早说？怕你觉得我只是在履行责任。现在就不怕了？怕。更怕你按协议离开。这是……别怕。契约锁链变了。以前他像提醒我，3个月后就要结束。现在呢？现在像在留下说，不是可以。那是什么？是我求你留下。那陆总以后说话注意点。我改。还有，不许用之前那种霸道语气。那句也改。改成什么？苏婉晴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婉晴，你看新闻没有？什么新闻？钱四爷被带走。钱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婉晴听见没？前4赢完了。微微，慢点说。你爸的案子是不是也有希望了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做的？不是我一个人。什么时候开始布的局？从他第一次把手伸向你。陆景晨，我说过，就按我站在你这边。听到什么了不得的话了？微微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婉晴，你不用一个人扛了。嗯，等叔叔出来，我去接风。好。姐，周律师，苏小姐，收到正式通知，您说苏明远一案相关指控撤销，您父亲可以出来了，现在就行。婉晴，我爸，我们去接他。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没有听错？没有。他真的可以回家了？我们带他回家。我以前想过很多次接他出来，我想过要穿什么衣服，要说什么话，要不要哭。现在呢？现在全忘了。那就什么都不用想。可是我怕他看见我这样会担心。他会高兴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还站在阳光里。陆景琛，谢谢你。不说这句。为什么？换一句。我们一起回家。这句说。苏小姐，我爸呢？手续刚办完，马上出来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我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是爸爸让你受苦了。苏先生，陆总，您叫我景琛就好。爸，他……我和婉欣刚签了新的婚约。你怎么现在说？该让父亲知道。婉晴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就好，以后别让他一个人哭。不会。爸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刚说过要改，陆景琛，不许用保护当借口瞒我。前4爷落网前，曾经向一个加密账户转出过资料。资料？和林婉欣留下的旧文件有关。所以，前4爷背后还有人？可能有。那我们一起查。不是交给你，是我们一起。好。还有件事，婉晴，别怕。那就继续走。会很麻烦。我以前一个人都走过来了，现在有你，麻烦就不是麻烦。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还有个刚出来的父亲在等回家？爸，我们现在就回。景琛，您说，以后有事别让婉晴最后一个知道。我记住。记住是一个程度，做到是另一程度。陆太太监督。谁是陆太太？刚签过补充条款的。苏总监，市场部增长漂亮，但多线提升模型是不是太理想了？数据好看不代表能落地。各位质疑的是结果，还是我的资格？我们质疑的是可验证性。好，这不是理想模型，是多线交叉的结果。退货成本为何下降？因为没再用低价冲量。回款为何提前？账期分层，风险客户先交保证金。谁批的？系统有记录，你也点过同意。我以为是试运行。确实是，现在样本全部转正。关于旧链条的加密资料核验完了，那不是威胁文件，是一份被拆散的名单。真正的用途是帮这些企业完成自证和退出。所以最后一环是把合作方带回阳光里。苏总监，这一局打得漂亮。
从今天起，苏婉晴正式进入战略委员会。陆总，这个决定我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也不晚。你是不是又先斩后奏？这是提名，签不签，你决定。这次倒学乖了，家规严格。哎呦，我的婉晴，奶奶您慢点。慢不了，这戒指还没戴上呢，我心先踏实了。只是订婚仪式，从今天起，谁敢说你是契约来的，我不答应。奶奶，我第二个不答应。你怎么比我还激动？当然激动。3个月前你还想跑，现在被套牢了。好，我换个词，是陆总终于被你收编了。我听见了。陆总，我这是祝福。听出来了。那能不能给伴娘加红包？红包我不知道，礼物我带了。谢谢。陆总，苏小姐这一路不容易，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以后少冷脸，多说人话。方特助勇气可嘉。年终奖照发。谢谢陆总，祝2位百年好合。别紧张，爸，我不紧张。手都凉了。我把婉清交给你，不是让你替她决定一切，我会陪她一起决定。这句好。后悔吗？你现在问，给你最后一次反悔的权利。陆景琛，晚了。那我也不退。亲一个怎么了？合法合理，可以吗？陆先生，你今天问题很多。冷不冷？不冷。那为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不是躲，只是觉得有点不真实。哪里不真实？我爸回家了，钱四爷的事结束了，妈妈留下的文件也有了答案，还有你。我怎么？你变得会问我了。苏小姐教得好。现在不是苏小姐了。那是什么？以后请多指教。陆太太，余生漫长，请多指教。这一次不是契约，是家。